Hello，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我不打算跟你聊那些冷冰冰的 K 线技术指标，也不想跟你念大模小模的研报，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根本听不进去，你现在心里是不是正堵得慌？是不是觉得这几天的股市虽然大盘指数还挂在历史高位，标普500和纳指看似风光无限，但你我都清楚，那种脚下冰层即将碎裂的咔嚓声已经越来越响。那种账户资产在高位剧烈震荡，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利空消息就直接跳水的窒息感，本质上就是在你面前进行一场慢动作的烧钱表演。我知道你现在想关掉视频，想逃避，但请你给我几分钟，哪怕是为了你账户里剩下的那些血汗钱，也要耐着性子听到最后，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不仅是我在金融市场摸爬滚打10几年用血泪换来的底层逻辑，更是能让你在这场即将到来的财富洗牌中活下来，甚至翻身的救命稻草。那种感觉我太懂了，真的，我比任何人都懂，就像是胸口压着一块1000斤重的湿棉花，连呼吸都觉得费劲，甚至一看到手机屏幕亮起来就会下意识的前呕。这几天你可能无数次像得了强迫症一样打开手机，手指颤抖着点开那个绿油油或者红彤彤的证券 APP，看住英伟达在180到190美元之间像过山车一样拉扯，看住特斯拉的股价上蹿下跳，你眼睁睁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还在，但那种财富随时会像握不住的沙子一样流走的恐惧，让你坐立难安。那可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啊，朋友们，那是你在酒桌上陪笑脸喝到胃出血换来的，那是你错过了孩子家长会加班换来的，那是你省下买新衣服的钱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尊严和对未来的希望。现在虽然指数还没崩，但满世界的新闻都在预警2026年可能有超过35%的经济衰退，都在说矽谷的 AI 故事讲不下去了。这些声音就像是在你的神经上跳舞，让你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不是那个最后一棒的傻瓜？我是不是不该贪心？这种心理折磨我曾经经历过无数次，说实话，看住现在这种高位人心惶惶的行情，我仿佛穿越回了多年前的我，那时候我也是个满腔热血的小白，觉得自己懂技术，懂趋势，在一段牛市的尾巴尖上冲了进去，我觉得自己是股神，结果老天爷反手就是一巴掌，市场突然转向，我遇到了一波毫无征兆的大回调，我当时的心理状态简直崩溃到了极点，晚上躺在床上看住天花板，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脑袋里全是 K 线图在往下掉，白天上班根本没心思工作，每隔5分钟就要躲进厕所刷报价，每刷一次心跳就快得像要炸开，手心全是冷汗，那种无能为力感真的能把一个成年人逼疯。最后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每天被凌迟的心理折磨，在那个股价最低最黑暗的午后，我颤抖着手指点击了全部卖出，我以为我止损了，我以为我解脱了，结果呢，真的就是不到2周，市场就像是在嘲笑我一样，原地触底反弹，一路狂飙，我就像个被丢弃在荒岛上的小丑，眼睁睁看着财富的游轮载着别人远去，那种懊悔，那种想抽自己耳光的痛苦，比亏钱本身还要难受1000倍，那是我人生中最昂贵的一刻，也是从那以后我才真正开窍，股市其实根本不是在买公司，而是在买人性，它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筛选器，专门把钱从那些急躁、恐惧、认知不足的人手里，转移到那些冷静、耐心、有信仰的人手里，这就是这个游戏的本质。你想想看，我给你举个最生活的例子，如果你一直想买的那台最新款顶级相机，或者你梦寐以求的那个名牌包包，平时卖5万块，今天商场突然火警响了，大家乱作一团往外跑，商家为了赶紧套现走人，突然拿着大喇叭喊全场3折，只要15000，你会跟住那些惊慌失措的人群一边尖叫一边把自己手里的原价商品也扔进火里吗？你绝对不会，你肯定会眼里冒光，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会像个猎人一样冲进去捡便宜，因为你知道那个包包的皮质没变，那个相机的像素没变，变的只是这群乌合之众的心理预期。可为什么到了股市，当那些掌握着全球算力命脉，决定住人类未来20年发展方向的顶级公司，仅仅因为美联储的一句话或者一份不及预期的财报就给你打折的时候，你反而要像个受惊的孩子一样尖叫住逃跑呢？这就是人性最荒谬也最可悲的地方。我们在买菜时为了几块钱斤斤计较，在买股票时却为了恐惧而抛弃百万财富。现在让我们把情绪收一收，冷静的用脑子分析一下，如果2026年真的来了暴跌，或者是现在这种高位震荡持续下去，到底是谁在逃？除了那些被吓破胆的小白，还有一类人最惨，就是那些加了高杠杆借钱炒股的赌徒。
他们不是想卖，是不得不卖，因为股价一跌破平仓线，券商的电脑会冷酷无情的把他们的股票强行卖出，这种连环式的踩踏才造成了所谓的崩盘。这不是公司的基本面烂了，这是市场在清理那些不自量力的杠杆资金，那又是谁在买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成交量是骗不了人的，有人卖就一定有人买，是那些真正的华尔街大鳄，是那些手握千亿现金的机构，他们正像潜伏在草丛里的狮子，冷冷的看住你们把带血的筹码扔出来。他们太兴奋了，他们买的是英伟达对未来 AI 世界的收税权，是特斯拉对能源和机器人的统治力，是微软在云端不可撼动的江山。这些公司会因为股价跌了就倒闭吗？他们的工程师明天就不上班了吗？ AI 的发展会因此停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公司没变，变的只是人心，那这跌下来的每一分钱本质上都是在向勇者致敬。如果你能克服生理上的恐惧，你就是在跟全世界最顶尖的资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我也想让大家回想一下，历史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的金融海啸，2020年的疫情熔断，每一次当大家都觉得这次不一样，世界要完了的时候，回过头来看，那竟然都是普通人实现阶级跨越、财富重新分配的最佳时机。你现在经历的这点焦虑，巴菲特经历过，索罗斯经历过，所有的大佬都经历过，区别在于他们把焦虑转化为布局的动力，而韭菜把焦虑转化为割肉的借口。这就是为什么赚钱的永远只有那 20% 的人。我再说一个真实的现象，每当经济危机的时候，你看那些真正的富豪在干嘛？他们在抄底市中心的写字楼，在收购竞争对手的核心专利，在普通人为了保住饭碗瑟瑟发抖的时候，强者正在完成他们的财富帝国拼图。现在的股市，哪怕是在高位震荡，本质上也是一场针对你认知的压力测试。如果你现在交出了筹码，你就彻底输了。如果你能熬过去，甚至能学会反向操作，你就拿到了通往未来富人区的门票。那么现在具体该怎么做？这里全是钱货，你一定要听好了。我不建议任何人去猜顶或者猜底，因为那是上帝前的事，我们要做的是应对。如果你手里还有现金，这简直是老天爷送给你的礼物，但千万不要像个赌徒一样一次性梭哈，那样如果明天再跌，你会崩溃的。你要学会像我现在这样，采取金字塔式建仓法，把资金分成5份或者10份，每跌 5% 我就打进去1份，涨了我高兴，说明我看对了，跌了我更高兴，说明我能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多的股数。当你把心态调整到不管涨跌我都赢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再是韭菜了。至于机会在哪里，别盯着那些垃圾股看，真正的黄金就在那些被市场情绪错杀，但业绩依然炸裂的科技龙头身上，或者是更稳妥的，直接布局纳指100 ETF 或者半导体 ETF， 让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为你打工。我们正处在 AI 革命的下半场，这不是炒作，这是像蒸汽机、像电力一样的生产力革命。那些掌握算力、数据和算法的公司，未来就是这个星球的主宰。你现在持有的不是股票，是未来世界的股份，是给你孩子留下的最强遗产，千万别在黎明前把它弄丢了。当然了，朋友们，讲了这么多，我必须要负责任的跟你说一句，投资这件事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今天说的这些，都是我用真金白银换来的血泪经验，但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不是绝对的真理。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你必须用你赔光了也不会影响明天吃饭，不会影响家庭和睦的闲钱来投资。千万别动用你的生活费，别拿家人的安稳去搏命，那样你的心态永远好不了。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这番长谈，让你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在这个人心惶惶的行情里找到了一点方向，或者哪怕只是让你那颗悬住的心稍微放下来了一点点，请你一定要动动手指，给我一个关注，点一个赞，并在评论区写下你现在的真实感受，或者你对2026年的看法，我们可以一起在评论区讨论，一起抱团取暖。这段路很难走，但我愿意陪你一起走。别做那个在恐惧中逃跑的懦夫，要做那个在废墟中寻找黄金的猎人。相信我，坚持下去，时间会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我们下期视频见。